快入睡的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却是好玩的恐怖游戏，后面是一个链接。本担心电诈的我准备不理会，可作为资深恐怖推理迷，我还是没经得住诱惑，点开了它。链接打开，跳到了一个奇怪的网页，满屏的小方块跳动着，像是一张被撕得很碎的海报，随意漂浮在屏幕上。不等我想太多，天旋地转的我就陷入了一片黑暗。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牢牢地锁在了一张床上，动弹不得。欢迎第106位玩家加入游戏，游戏逃生后会有丰盛的奖励。我环顾四周，斑驳的墙壁和早已脱落的墙纸，生锈的铁床以及暗无天日的病床，这里的灯光都是阴森森的，还没有窗。这里的一点一滴都在告诉我，和我经历了的无数个灵异游戏无二。这里恐怕又是什么黑心医院，造成了数人死亡，最后关闭吧。我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晃动床，企图摇松着床板，因为绑住我的是牛皮材质的皮带，人力掰不动也咬不动，反正床也生锈了，摇一摇总能塌的。大力出奇迹，我憋足了吃奶的劲儿，咔一声，整个床板塌了。然后我也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床板塌了，绑在床沿上的皮带也松了，我自然而然脱困了。但是我尝试着动了动，实在起不来，太疼了哇！我可是一瞬间脑袋、屁股、脊椎和大地亲吻了。正当我想哼哼2声时，紧闭的病房门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我立马鲤鱼打挺，悄咪咪地躲在了门和厨的夹角处，以防开门直接被发现。笑话，按照常理，这里哪还有什么人？要是被发现就完了。这家医院的门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玻璃，这倒利于我观察外界，而脚步声也在慢慢逼近。突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连忙重新躺在了塌下来的病床上，并重新把手脚放回到皮带中，闭上双眼，减弱呼吸，伪装成我昏迷未醒的样子。听到门锁咔的一声，我的冷汗差点没滴下来，我闭着双眼，极力维持住颤抖。是的，我刚刚突然意识到，这玻璃恐怕是双向的，如果让外头的东西发现我的床又塌了，人又没了，恐怕会提前触发杀机，躺回去装作是床自己出的意外是唯一的选择。大意了，刚刚应该听听外面动静再动手的。接着我感受到一双黏糊糊的手在沿着我的下巴摸上来，似乎是要看我醒没醒。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一边极力维持住平静，一边祈求着不要挂在新手村啊。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我听到隔壁病房传来一声嘈杂的响声，而我脸上的手一顿，脚步声似乎也在慢慢远去。当然我留了个心眼，等到门完全锁上，然后脚步声往隔壁走去，2-3秒后，我才慢慢睁开了眼睛。我轻轻地回到门后，然后用手摸了一把我的脸，竟然摸下来不少黏糊糊的绿色粘液，给我恶心的，我还来不及吐槽，就看到隔壁门外竟然有一个男人被打晕了，拖在地上向另一个方向行走，而拖着他的则是一个类人的怪物。说类人是因为他的身形就像是一个普通男性，但是他的眼睛奇大无比，而且占据了整个后脑勺，身上还流着绿色的粘液。看到此景，我是又惊又怕，惊的是这家医院里的人除了我居然还有别人，难道这是一个合作逃生类游戏，还有别的玩家？怕的是这怪物果然不能用常理去思考，眼睛居然在后脑勺，但凡刚刚我提早睁眼了，现在被拖着的恐怕还有我了。这个游戏处处是坑啊。等到怪物远去之后，我抓紧在房间里找开门的线索，如果没猜错，刚刚应该是医院里的查房，不知道等会儿还有什么东西要来，迟则生变，我得赶紧离开这间房间，然后找到这家医院的地图，再想办法逃出去。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门的锁，居然还是个电子锁，上面是熟悉的9宫格数字，看来是数字锁。我按了零键4下，然后听到第一声代表重启，看来密码是4位。环顾房间四周，唯一可能和密码有关系的，可能只有散落在病床旁的病历本了。病历本上的几串数字格外醒目，我仔细端详着，这一定和开门密码密切相关。因为误点开一条诡异短信，我陷入了真实的逃生游戏中。现在我需要打开眼前的门，唯一的线索就是放在床头的病历本。我十分头疼，这4位密码究竟是什么鬼？病人对某一特定数字产生强烈反应，数列中出现最多的数字是5。我仿佛想到了什么，用铅笔把所有的数字5连了起来。看来我没有白刷这么多密室游戏。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新密码，在我的心惊胆战中，熟悉的一声咔，门开了。我谨慎地把头伸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外面是一条走廊，没几个灯是亮着的，还有些是一闪一闪的，整个走廊都弥漫了一种阴森的气氛。我轻手轻脚地从房里走出来，向刚刚怪物走的反方向逃去。很快我看到了护士站，我微微蹲低了身子，害怕护士站里也有什么怪物等着我。等我悄悄靠近之后，发现护士站空无一人。我再一次环顾四周，确定安全之后，轻轻地在护士站里翻找，想找些线索。我发现了病历本，只有3本明显是新的，别的病历本上都是厚厚一层灰，而3本里有我的，一个叫袁毅的，一个叫赵刚的，我怀疑他们2人应该也是玩家。还好病历本上附着照片，我暗自记下他们的长相，就把病历本摆回了原样。然后我在一堆书中间找到了一张被书夹着的红山市精神病院地形图。我找到宝了，吹开上面的薄灰，我看到了整家医院的情况介绍。医院一共4层，地上3层，地下1层，除了大门口以外，在负1层还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而我现在就处于3层的精神病房区，难怪这里阴森森的。2层负责诊治和理疗，1层则是缴费区和放风区，负1层是太平间。看到这里，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负1层是绝对的危险啊！生路怎么在那里？突然有一串小跑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向我靠近，我急忙把地图折起，然后整个人缩在了椅子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接着我居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女生声音，吓死我了！这里都是什么怪物啊？这里不会也有吧？女生？难道是袁毅？正当我想出去的时候，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妹子，这个游戏居然有妹子，不过妹子你干啥不转头？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以及突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
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尽管浑身颤抖，我也知道现在绝不是害怕的时候。等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之后，我才敢把手放下来。我依旧保持躲藏的姿势，想来刚刚那个应该就是唯一的男性玩家赵刚了吧？这里的怪物居然还会模仿人类女性的声音，麻烦了。等了几分钟之后，我才颤抖地站起来。果然，我看到在护士站的桌子上，还有走廊的地面上的血，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味蕾。这个游戏当真是杀人不眨眼，做的效果竟然还如此逼真。希望自己能幸运一点，顺利逃生吧。等我出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短信删了。想归想，现在还是要好好想办法出去。我把折好的地图拿在手上，凭着记忆朝楼梯走去。虽然电梯也是有的，但是胆小的我害怕它会直接给我降到负1层。小心推开楼梯间大门，发现里面除了黑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大危险。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楼梯间，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刚走了2步，我的手就碰到了什么，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在我刚刚打探楼梯间情况时的视觉盲区，赫然躺着一个女孩。看了看她的脸，是病历本上那个玩家袁毅，她应该是晕过去了。我使劲推了推她，看着她慢慢的转醒。袁毅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恐的，他正要尖叫，我一把捂住他的嘴，别叫，我也是玩家。叫了我们都得死。闻一言，袁毅慢慢的冷静了下来，然后他示意我放开他。我照办之后，袁毅满脸通红的小声说道：“你这女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差点被你捂死。”然后他向我快速介绍了一下他遇到的情况。他醒来时，病房就是开着门的，所以一开始他就在走廊上探索。可是运气很不好的，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眼睛在后脑勺的怪物，就昏迷过去了。听完他的经历，我轻声的告诉了他我的经历，还有另一位玩家的死亡。袁毅的脸随着我的叙述越来越惨白。等我说完之后，就急匆匆拉着我要逃向2楼。虽然疑惑，但是我没有多问。很快，我们来到了2楼，在准备推门进去之前，袁毅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还好，这里没什么意外。袁毅说3楼的怪物肯定在找我们俩的踪迹，要加紧逃生了。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由于负1层必须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我们此时在寻找能让电梯运作的电卡。为了提高效率，我们打算分开搜寻。半个小时之后，楼梯间的护士站汇合。2楼的走廊布置和3楼简直如出一辙，这灯的质量一模一样。我这头一眼望去，似乎只有2个诊室。出于谨慎，我在准备进第一个诊室的时候，悄悄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里面。这回的诊室里空无一人，诊室门口还是熟悉的9宫格。我试了一下4个0，密码到第3位是重置了，看来是3位数密码。环顾四周，只有墙上的图案可能是线索，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擦去灰尘，就能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墙上的图案是解开密码门的线索，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擦去灰尘，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这是3、6、7。紧张地输入了密码，门开了，诊室里空无一人。我一闪身进了诊室，诊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以及2把椅子，甚至还有里间给人来休息。我看到桌上有本名字被污渍盖住的册子，好奇地翻开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字样：1号失败，2号失败，3号失败，1000号成功。是在研究什么吗？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脑子现在一团糟。我在诊室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直到去看里间的时候，发现门被锁上了，而里门有一段距离的沙发上放着一张小卡片，难道是电卡？我正在想着要怎么进去时，门外响起了一声尖叫。我看到里间有一只绿油油的手在转动门把手，我吓得赶紧躲在办公桌底下，手上紧紧握着刚刚顺手拿的拖把，准备面对未知的恐怖。我听到诊室的门被打开了，似乎走得比较匆忙。我等了几十秒，确定毫无动静之后，一个箭步冲进里间，拿走了放在沙发上的电卡。准备离开的时候，余光看到了旁边被帘子遮住一半的床上躺着一个人。惊讶的是，那人居然和袁毅长得一模一样。我把电卡放在了裤子的口袋里，握紧拖把，一步步向袁毅走去。走近了，我看到床沿上挂着一个病历，上面写着袁毅女克隆第1000号第1次观察中。这间医院里不止一个袁毅，那刚才跟我在一起的袁毅是谁？此时门外传来动静，我赶紧躲在门后。透过玻璃，我看到袁毅被怪物拖了进来。我看到他们在诊室里大打出手，我还听到一个男女莫辨的声音说道：“居然把本体放出来，他们怕是活腻了。”看来我没有找错队友，否则早就暴露了。见此情况，我不再犹豫了，扭开门把手冲了出来。袁毅很是惊喜：“夏姐姐，快救我！”我用拖把挥过去，抓着袁毅撒腿就跑。啊！站住！我要把你们统统抓来做实验。听到这句话，我们跑得更快了。我们很快找到了电梯，我把电卡掏了出来，插在电梯旁的一个小口上，就看到电梯正在从负1层往上运行。有救了！还好，那怪物直到现在也没追来。等等，没追来！我突然发现我忽视了一个细节，冷汗瞬间冒了上来。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袁毅我姓夏吧。与此同时，我身后的袁毅发出了一声鬼笑。正当我刚刚意识到这个袁毅有问题时，电梯正好缓缓打开。我趁袁毅还没反应过来，趁机将他推倒，迅速跑进电梯。此时的袁毅离电梯还有4、5米远。等他冲过来时，电梯门已经彻底关上了。我只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难听沙哑的尖叫。此时我靠着电梯厢止不住的后怕，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看着电梯此时已经在负1楼停好，准备开门，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叮，门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开着白炽灯的走廊，因为或许很久没人来了，这白炽灯有些快支撑不住了。虽然不闪，但也就是堪堪照明。这一层是死一般的寂静。我拿出地图，看到紧急逃生通道显示就在太平间旁边，似乎这逃生通道指的是这家医院用来运输尸体的通道。我倒吸一口凉气，强压住心中的害怕，收起地图，轻手轻脚地朝太平间摸去。太平间门是开着的，不会是有什么跑出来了吧？等我悄悄靠近太平间后，愕然发现太平间旁边5、6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门把手，看着像是将门融入到和墙壁一个颜色，借此来伪装。
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安个门把手？我心里又是吐槽了一句。我快速掠过太平间的门口，我可不希望里面有什么东西注意到我的出现。正当我准备扭开门把手时，一股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一路走来也太轻松了吧！我又犹豫了，我双手并用，在这面墙上再摸了一遍。奇怪的是，真的没有什么异常。我认真的想了想，我是漏了一层的线索没有去寻找，可能负一层的故事会在1楼有介绍吧。逃命要紧，我咬牙一把扭开了墙上的门把手，接着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真的完成逃生了啊！头好疼。等我醒来时，发现已经是早上9点了。我居然玩了个通宵。丁银行卡入账10万。正当我疑惑时，又一条熟悉的短信声传来。点开短信链接，发现第一页上写着恐怖医院内测玩家第106号。接着下面用图画叙述了一遍我的表现和经历。游戏奖励10万，下面似乎是用鲜血写的字，恭喜过关，距离下一场游戏开始还有3天。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时间过得很快，3天时间转眼即到。睡前的我准备刷回短视频睡觉，而熟悉的画面袭来，我意识一黑。等我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我居然趴在课桌上。是的，没错，就是高中校园里那种单人课桌。我看向了讲台，居然站着一个背对着我们的老师，而我周围也都坐着穿着校服的同学，脸色都很白，神情木讷，现在一动不动地看着讲台。不过我又发现几位和我一样没有穿着校服的同学，看来也是玩家，甚至我都看到有2位玩家脸上无法掩饰的恐惧。我把眼神收了回来，现在情况未明，不打草惊蛇是最好的选择。上课铃突然响起，这个课堂像是突然被注入活力一样，老师缓缓地转过身来，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嘴被缝住了，根本张不开。一道沙哑的声音从他身上诡异地响起，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的课堂，在我的课堂上就要遵守课堂规则，不然老师就要惩罚不听话的差生了呢。没想到老师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然后努力微笑地说，今天我们班上来了6名新同学，让我们大家欢迎他们做个自我介绍。闻言，台下穿着校服的学生们都二话不说机械地开始鼓掌，鼓得十分整齐。大家好，我叫夏瑶。见状，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快速地说了一句自我介绍，而其他玩家也是如此，纷纷介绍了自己。最后老师点了点头，似是很满意一样，开始了上课。不过我还是听到了他之前诡异话语中一闪而过的课堂规则，拼命搜索了一下我早已远去的高中记忆。课堂规则都有哪些啊？比如基本的不能交头接耳，不能打瞌睡。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违反课堂规则很有可能触发老师杀机，我还是得尽快从这所学校里逃出去。陆天天。老师一声近乎怒气值破表的声音拉回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去，是一个浑身战栗、身材微胖的女生。听到老师的怒吼，她颤抖着站起来。老师，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要在课堂上发出声音。看来你是不能好好听话了。科班长，你来帮老师处理不听话的学生吧。紧接着，我就看到一个穿着老师校服的一脸惨白的男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朝着陆天天走去。而我明显的看到陆天天的脸上布满了恐惧。就在下一秒，被唤作科班长的男生伸手直接掐断了陆天天的脖子。周围穿校服的同学却依然面不改色，一动不动。科班长抽回了手，又慢悠悠地走回到他的位置上坐好。很好，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接下来开始课堂提问。老师似乎是欣慰地看了科班长一眼。提问？我想了想，这应该是这一关给我们的考验吧。而且根据一般的课堂规则，我们不能对老师的提问坐视不理，否则在这里可能会被视作破坏课堂规则的。潇潇同学，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正想着，就看到老师的眼神投向了一个女玩家。几乎是话音刚落的一瞬间，我明显的看到潇潇脸上瞬间气色全无，整个人哆哆嗦嗦的站了起来。看来他还没有慌到忘记规则。很好，肖同学，请问如果你和其他2个人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断了吃喝3天，但只有你知道会有好心人送来食物，食物只够2个人吃，你要怎么分配？老师沙哑的声音在这寂静的教室里显得万分诡异。潇潇一时语塞，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滑落，他甚至焦急地看向周围的玩家，像极了上学的时候被提问不知道答案求助同桌的场景。但是现在答不上来是要命的呀。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那么简单，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答案。分成3份。潇潇支支吾吾地回答道，很抱歉，回答错误。肖同学，你还有一次机会。老师露出一副早就知道你答不对的表情，而且还有一闪而过的嗜血和兴奋。听到老师的话，潇潇吓得直接瘫软在座位上，他本就吓得惨白的脸更是血色全无，他全身都在发抖，根本不敢再抬头与老师直视，更不要说继续回答问题。肖同学好像不太尊重老师呢。同学们，你们说该怎么罚呢？老师那被封住的嘴又开始试图露出微笑，此时他似乎颇为兴奋。杀！突然，所有穿着老师校服的同学都用一种冷漠的语调机械地回复着老师的话。好，既然如此，那老师就听从大家的意见，亲自处罚你。不要，求求你，放过我。潇潇慌地摔倒在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可是这并不能阻拦正在向他不断飞速前进的老师。几乎只有几秒的时间，老师便是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见状，我不忍再看，把头扭了回去，只听得空气中潇潇戛然而止的声音。难道这是必死局？不回答问题是死，回答问题错误也是死。我不仅要逃离这个班级，还要逃出这所学校，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如果你突然回到高中时期，你会开心吗？我不开心，因为新一轮的死亡逃生又开始了。接上文，老师，这道题我知道答案。一个浑厚的男音从我背后传出，回头一看，竟也是位玩家。他此时正眯着眼看着讲台，似乎是十分自信。这道题的答案就是把另外2人中的一个杀死，就能拥有足够的食物了。老师露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说道：“沈岩同学回答的真好。不过老师的最优解是趁2人不被全部杀死，独享食物。”
这题目还真是反人类思维，继续待在班里可能会遇到不可预估的情况，我必须得尽快逃出这里。怎么样才能不和老师起冲突又能离开教室呢？哎呦，我的呻吟声引起了老师的注意，我捂着肚子，眉头紧皱，甚至额头还渗出来了1-2滴冷汗。当然，这是我自己掐自己的原因。我举了手，得到老师示意之后，假装挣扎着站起来，小声说道：“老师，我肚子突然不太舒服，可不可以去校医院看看？”我偷瞄着老师的反应，一有不对就只能动手了。奇怪的是，老师听了我的话后，竟然慌张地瞅了一眼闹钟，这个动作极快极隐蔽，似乎是不想引导别人发现闹钟。然后他依旧一脸冷漠地对我说：“夏瑶同学，那你就自己去吧，路上小心，外面那帮人可不好对付，别怪老师没提醒你。”好好，我轻声回复后，就捂着肚子慢慢地朝门口走去。直至我完全离开门口时，整个班级都是静悄悄的。离开班级之后，我惊讶地发现，我身后是一堵墙。我敲了敲，是货真价实的墙面，根本就不是班级的大门口。来不及想太多，时间所剩无几，等到下课，这所学校恐怕会发生变化。我要尽快多搜集一些线索。我顺着走廊来到了楼梯间前面，左上角用暗红色的颜料歪歪扭扭写着4楼，而我看到这里只有通往楼下的楼梯，而楼上又是一堵墙。这学校怎么到处是墙？学生和老师也都不正常。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下楼时，我那强烈的危机直觉又出现了。空空荡荡的学校突然回响着铃声，下课了。我没犹豫，顺着4楼的楼梯扶手滑到了3楼的平台上。等我看清3楼外的陈设时，不由得大惊失色。3楼赫然就是一间宿舍，我数了数，一共有4间宿舍。不过此时宿舍静悄悄的，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小心翼翼地走出来，看到左手边就是一间宿舍的大门，而右手则是一条黑暗幽深的走廊。我仔细听了听周围的动静，屏住了呼吸，轻轻打开了没有锁上的宿舍门。扑鼻而来的是淡淡的墨香。我粗略地扫了一眼，是4人间，中间还有一张大桌子，然后就是一个小阳台。所幸宿舍里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我看到桌子上似乎摆放着什么，便凑了过去。桌子上是一本教案，零零散散写着很多课程方案设计，看来这是教师宿舍。不过等我翻到最后一页时，看到了几句奇怪的话：“他来了，他来了，所有人都会死的，时间的尽头才可以拯救。”这几句话写得十分潦草，甚至可以说是乱写一通的草稿里找出来的。拯救应该说的是生路，但是什么是时间尽头呢？我打算在房间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很快，我在床底找到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密码锁是4位，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话了。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书接上文，我已经从教室逃到了教师宿舍，找到了一个带着密码锁的盒子，唯一的线索就是墙上的话了。解开了密码，我发现里面放的是一个银质沙漏，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先拿着吧。搜寻一圈无果之后，我直接去了后面3间宿舍，连张纸都没有，只有厚厚的灰尘。这里仿佛像是很多年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我心里默默感叹了一下，这里当年是发生过多大的灾难啊！为了加快搜索进度，我回到了楼道中，正要往第2层走时，我听到楼上传来剩下4个玩家说话的声音，但我暂时不想与他们碰面，我加快了去往2楼的步伐。当然还是用滑的，因为这种校园逃生让我联想到校园7大恐怖传说中的第13阶台阶。我不知道的是，沈岩4人在去往3楼时却选择了走楼梯，走在前面的3人在一脚踏上楼梯的时候，都开始嘴里默默地念着1、2、3，而走在最后的齐允见此，收回了差点踏上楼梯的脚步，行走如提线木偶般的3人。当他们数到13时，一道黑光闪过，3人皆是掉入一道突然出现的缝隙之中。此时的我正站在2楼平台上，空旷的楼梯间传来了几声惨叫，就又恢复了平静。是沈岩他们，看来他们选择了走楼梯，应该是我的猜测对了。这楼梯真的有古怪。下课了，2楼也都是宿舍，不过我看到2楼的宿舍外观都是被烧焦的样子，黑漆漆的门框似乎风一吹就会裂开。这学校当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呢？我推开了第1间宿舍，这是一个4人间，床只剩下被烧得乌黑的支架，整个宿舍一眼扫过去空空荡荡的。我猜测这里是学生宿舍，只是为什么学生宿舍是被大火烧毁，而教师宿舍却只是积灰，但是并无大碍。想必当年学生宿舍恐怕发生过什么。我又仔细地搜了一遍，确认这间宿舍真的没东西后，我就想去别的宿舍瞅瞅。刚走到门口，发现门外站着个男人，我满眼戒备，他居然扑哧一声轻笑了出来。怎么就剩你一个了？其他人呢？似乎并不意外我的问题，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都死了。好吧，还真是言简意赅。我转头又看了一眼宿舍，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别的物品了，只有被烧得黑乎乎的墙面和床架。等等，墙面。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始仔细检查墙面。我在其中一张下铺床的旁边那面墙上成功敲下来不少黑灰，这上面竟然用小刀刻着什么，一笔一画极深，似乎饱含了无数怨恨。我艰难地变换方向地辨认着自己，终于从无数的划痕里拼凑出一句完整的话：欺负我的人都要付出代价，这是校园暴力。我将结果告诉了戚允，很明显，从他的神情中看得出来，他也没有多意外。就在我们走向楼梯间的路上，下课铃又响了，这是第4次下课铃响了，这意味着学生们放学了呀。放学了，他们大概率会回到宿舍来，而下课时间我们也无法进入楼道。此时的楼梯间早已经化作光秃秃的墙面了，只有最后10分钟了。10分钟想不到新的出路，我们就要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里了。我拼命地想着一路的线索，只有一个时间的尽头和找到的银质沙漏，但是我还没弄清楚它的意义。时间一点点流逝，我能感觉到戚允也开始紧张，怎么办？要来不及了，实在没有思路之后，我把我的线索快速地和戚允分享了一下。过了大概10几秒后，我和他互相对视一眼，竟异口同声地说：沙漏。是啊。
我怎么一直忽略了游戏早就给予我的道具？时间的尽头就是利用沙漏道流回到过去的意思。回到时间的尽头就是回到过去，并让玩家阻止校园暴力的发生。我已经听到楼上开始传来推搡打闹的声音，刻不容缓。我将沙漏倒过来，随着沙漏里的沙子一点点飘落到下方，我看到周围的景象在一点点变化。被烧毁的宿舍在一点点翻新，直到景象完全稳定下来。正当我想松一口气时，戚允突然拉着我躲到了寝室隔壁的厕所间。我刚想出声询问，就听到远处传来喧闹声，而且正在不断接近。那是3个女高中生。我看到一个神情张扬、绑着高马尾的一个女孩走在最前面，她一边兴奋地和其他人说些什么，一边打开了我和戚允刚刚进去的那间宿舍的门。等他们全都进去以后，我和戚允偷摸着出来，我决定轻靠在宿舍门上窃听，而戚允在外放风。梦梦，你说那个小狐狸精这次还能折腾得起来吗？我听到宿舍里传来一个带着咬牙切齿怨恨的声音。哎呀，学姐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学校论坛上挂了他3天3夜，一定能让他彻底发烂发臭。一个女生轻蔑地笑了一声，剩下一个人也在附和着他们的计策。3人一边讨论一边放肆地笑，甚至有很多内容异常狠毒。这哪里是普通的校园暴力，分明就是网暴。我的心都被揪到一块了。当年的受害者该是经历了怎么样的绝望啊！我直起身子把情况简单的和戚允说了一遍后，他轻声对我说，去楼下看看。我这才意识到这是过去，这里还是一所正常的学校，应该没有那么多生死危机。我们轻而易举地下到了1楼，我愕然地发现这里是汇集了无数学生的小广场，似乎小广场中央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和戚允挤到前方才看到这里是学校的公告栏，上面贴着10几张日记。我粗略地扫了一眼，像是一个青春少女的暗恋日记。日记末尾处的署名被人恶意用红圈圈了出来，安晴。看来这也是校园暴力的一环。我听到周围同学的议论纷纷，才知道安晴的暗恋对象竟是校草，而她本人是个相貌平平无奇，所以不少同学都是咒骂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年少的人或许根本不知道出口可以伤人，一个个脸上都是一副正义的神情。这个安晴是不是论坛上被爆出被包养的那个安晴？我听到人群中突然响起一道假装刻意惊讶的询问声。我寻找声音的来源是刚刚那间宿舍里的其中一人。我看到不少学生掏出手机，然后更加义愤填膺地在底下评论，不堪入耳的话纷至沓来。就在我气愤不已想要替他们爸妈管教一下这些熊孩子时，几名老师来了，他们驱赶了在这里胡闹的学生们，然后撕下了公告栏上的日记。但是我听到他们在端详日记的时候，嘴里分明说着花样年华非要自甘堕落，竟到处惹是生非。这所学校的老师竟如此的不顾流言之危，以个人主观臆断一个女学生的清白吗？越想越气，这所学校里恐怕没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人了。我要回到宿舍去找那3个女学生算账。意外的是，戚允拦住了我。你以为我们真的回到了过去吗？安晴自始至终都只是活在别人的言语中，你有真的看到过她的样子吗？甚至你有想过为什么学校只是一栋楼吗？宿舍和教室为什么放在一起吗？戚允的话语连环击中我的心。是啊，我怎么就这么轻易的被煽动了情绪呢？话刚说完，却看到楼外又聚集起了一堆人，老师、学生，甚至还有消防员和救护车，而他们无一例外都在以一个诡异的角度仰着头。人群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就是每个人都在直勾勾的看着上面。我顺着他们的眼神往上看，这栋楼的楼顶处站着一个身穿白裙的女孩。原本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一身白裙，但是她似乎感觉到我们的视线之后，竟微微偏头，露出了她的面容。她长着点点雀斑，也不算很白。此时她正在阴恻恻地看着我俩，露出一个难以莫测的笑容。我吓得低下了头，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一声咚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女孩跳楼了。随之而来的是楼底下的人的头刷刷地变化了角度，朝着我和戚允看来，他们的眼神里充满着渴望，以及闪动着嗜血的兴奋，似乎是想立即扑上来将我们撕碎。我吓得后退几步，忽然一个空灵美好的声音响起，果然，多少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呢？吃吃吃吃，你们也留下来陪我吧。说到最后，整栋楼都在回响着最后几个字，刺耳尖锐到让人耳膜不舒服。这栋楼，安晴幻化成了这栋楼。这里不是学校，而是安晴的内心，所以一切的设施都是按照她的内心来幻化的。一直没有动静的戚允像是想通了什么一样突然出声。戚允的话点醒了我，难怪这所学校的设施安排如此诡异，每个楼层的毁坏程度不一样，原来是怨恨程度不一样。安晴按照自己的内心把老师同学都安排在了不一样的地方，她的报复可能不止于毁了学校，而是要永远禁锢着他们。要找到这栋楼里的生路，可能就要找到安晴内心里的最后的柔软。思及至此，我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安晴的床铺旁那面墙，可能生路是被隐藏在墙面里。我们快速向2楼的宿舍跑去，那些人现在暴露出了真实模样，一个个都是灰白皮肤，身体僵硬，却又快速向我们逼近，嘴里还有撕扯怒吼的声音。一时间，2楼的楼梯间人满为患，戚允死死抵住了宿舍的门，墙上果然出现了一道门，只是需要密码才能打开。墙上还幻化出了很多文字：如果我没有遭受校园暴力该多好，如果我没有遭受网暴该多好，如果你们没有冷眼旁观该多好。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refuse 拒绝，对，是拒绝，拒绝校园暴力，拒绝网暴，拒绝冷眼旁观。我打开了门，拽上底门的戚允进入了门内，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我知道，我又完成了一次逃生。嘘，别出声，楼下有人。我睡得正熟的时候，男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巴。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他在黑暗中恐惧的双眼，他的手紧紧地捂住我，手心很湿，看得出他非常紧张。我看了眼床边的闹钟，现在是凌晨1点半。我们住的是复式公寓，房门是统一的密码锁，楼下大厅有保安24小时守着。但现在男友却告诉我，楼下有人。房间的门依然紧闭着，却没有上锁。我看到从房门底下的缝隙里透出来了一丝光亮，
我们习惯很好，而且都有一点强迫症，睡前会反复检查楼下的灯是否忘记关了。临睡前，我还特意看了一遍，我记得很清楚，灯是我亲自关掉的。而现在，楼下有一个人打开了灯，是小偷？不，小偷不会这么堂而皇之的开灯，莫非是入室抢劫犯，或者是连环杀人犯？我脑海里瞬间闪过无数念头。男友压低声音告诉我，他要去锁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房门的钥匙是插在锁眼上的，要锁门必须要先把门打开，然后拿进钥匙再锁上，这不可避免的会发出一点声音。我紧张的冷汗都冒出来了。当然，我在第一时间就报了警，通过短信的方式，警察很快就回复我了，他们已经往这边赶来的，但是需要半个小时。这间公寓是我和男友租来的，我们没有家务业微信，也没有楼下保安的电话。这半小时很可能我男友开了门之后，楼下的人就察觉到了。半小时足够他把我们两个杀死。我拉住了男友的手，满脸都是惊慌。男友也很紧张，他嘴唇都在哆嗦着，但是还是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我看着男友小心翼翼地往门边走去，他先是趴在门缝下往外看了一眼，然后对我摇了摇头，用口型告诉我现在走廊上没人。我没有松一口气，整个人背都绷得直直的，竖起耳朵听着楼下的一举一动。楼下传来了轻微的响声，那声音听上去很奇怪，就像是用指甲在挠什么的声音。再然后是行李箱拉链被拉开的声音，楼下那人在翻找行李箱。男友开了门，迅速地抽出钥匙，然后关上门锁上。我们俩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发出了一点声音。我只能拼命祈祷楼下那人没有听到，但是很可惜，他似乎听到了，因为我们听到了上楼的声音，哒哒哒，脚步声很沉重，应该是个男人。我看了眼时间，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5分钟，而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朋友和认识的邻居可以帮忙。男友为了以防万一，让我藏在了床底下。我拿着手机，浑身发抖地钻了进去。此时离警察到达的时间还有20分钟，而我们都清晰地听到那个脚步声戛然而止，仿佛停在了门口。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额头冷汗不断地流下。这时门口响起了一个令我意想不到的声音，出出。听到这个声音，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精神紧绷一下子松懈了下来。这声音我非常熟悉，是我的最好的男性朋友蒋杰的声音。他是一名交警。蒋杰作为我的朋友，和我以及男友都认识。之前我家猫还没送人的时候，蒋杰经常在我们出差的时候帮我们喂猫，因此他也知道我们家的密码。虽然不知道蒋杰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不打招呼的过来，但我紧提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我正准备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就听到蒋杰语气十分凝重地说道：“初初，云泽在房间里吗？”云泽是我男友的名字。我刚要开口回答，一只手突然伸了过来，捂住了我的嘴巴。是云泽。此时他的表情十分的异样，对我摇了摇头。我听到蒋杰继续说道：“初初，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听好了。如果云泽回来，你一定不要让他进来，马上报警。”我愣住了，下意识地问道：“为什么？”蒋杰沉重地说道：“刚刚北城路发生了一起交通逃逸案，受害人是一个60岁的老人，肇事者不小心撞伤他之后，非常恶劣地碾压了3次，造成老人死亡。我刚刚看了监控，肇事者是云泽。云泽骑车逃跑了，我猜想他也许回家了。”我整个身子都冰冷了下来，我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云泽，这个向来非常温和的男人。他是温和的陆律师，是路上碰到生命垂危的流浪汉都亲自给他做人工呼吸的男人。我怎么都不相信云泽会肇事逃逸，还会如此残忍地活活将一个60岁老人碾压致死。可是蒋杰也没必要骗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在认识云泽之前，我有困难的时候，是蒋杰第一时间出现在我身边。我呼吸急促地看着云泽，眼神迫切地向他求证。云泽叹了口气，伸手想摸我的脑袋，却被我躲开了。他沉默着在手机上打下一段话：“初初，你相信我，杀害老人的不是我，是蒋杰。当时我看到了蒋杰的车牌，我没有选择报警，是想要给他一个机会。现在想来，蒋杰当时便发现了我，他是过来杀人灭口的。”这段话让我再次迷惑了起来。一时间，我不知道该相信云泽还是蒋杰，但心理上我还是倾向于相信云泽。我冷静下来，想起了之前听到的行李箱被拉开的声音。经常出差的我，习惯性的在行李箱里放着一把水果刀，用来削水果。这个习惯，蒋杰和云泽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蒋杰要拿一把刀上来？难道真的如云泽所说，蒋杰是过来杀人灭口的？深夜，卧室的门把手被人不断的拧动。初初，你开门！刚刚我收到一个关于云泽更重要的消息，你让我进来。门把手被人拧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蒋杰的语气越来越焦急。让我进来，白初！我害怕的躲到云泽怀里，然后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这股血腥味是从云泽身上传来的，和一股香味混在了一起，让我有点作呕。我缓缓松开了云泽，抬头看向他，为什么今晚突然喷了香水？云泽看着我，无奈地说道：“我确实是为了掩盖身上的血腥味，不过不是蒋杰说的那样。白初，你相信我吗？”我看着云泽的眼睛，那是一双眼型非常温柔的眼睛，微微下垂。你身上怎么会有血腥味？我冷静地问道。云泽叹了口气，向我展示了他的手臂。我这才发现他的手臂上竟然有一道长长的伤口，这道伤口上面贴了创口贴，但依旧有淡淡的血迹从上面渗了出来。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小猫卡在缝隙里了，抓它的时候被它抓伤了。云泽淡淡地说道。这听上去非常像云泽的作风。云泽就是那种十分心软，看见路边的流浪动物都会投喂的性格。我觉得我简直是一个不称职的女朋友，哪怕云泽跟我解释了半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依旧是撕开他的创口贴，确实是动物抓伤的痕迹。
我松了一口气，十分抱歉地看着云泽。云泽，对不起，我太忙了，所以没有注意到你的伤。云泽摸了摸我的脑袋，温柔地笑着看着我。门外的蒋杰应该听到了云泽的声音，他转动门把手的速度越来越激烈。初初，你千万不要相信云泽的话。云泽，你他妈真的是一个人渣！他手上的伤口根本就不是猫抓伤的，是那个老太太。云泽撵了他3次之后，下车去看他到底死了没有。那老太太还剩最后一口气，就死死地抓住云泽。初初，你不是警察，你真的能分辨得出人和动物抓伤的区别吗？外头的蒋杰越说越激动，开始疯狂用刀在门上呲了起来。蒋杰的话让我对云泽又开始升起了一点怀疑，但只是一点。我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5分钟。我开口道：“蒋杰，我们都冷静一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还有15分钟就会过来。”外头的声音戛然而止，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蒋杰嘶哑到极点的声音响起：“白初，你为什么要报警？”这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蒋杰，你真的杀死了那个老人？我的声音充满了寒意。我认识的蒋杰就像一个小太阳，温暖着身边的人。我没有，是云泽。外头传来蒋杰的吼声：“你不能让警察进来，你不能！”我不想与蒋杰多说什么，冷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云泽坐在我旁边，握住了我的手。突然，我看见衣柜开了一条缝隙。衣柜一直放在房间里，里面放着的是我和云泽冬天的衣服。我至少有1个月没有打开这个衣柜了。此时，我的眼睛余光看见衣柜的那个缝隙里有一双惨白的脚，我的心脏剧烈跳动了起来。我缓缓抽出了我的手，不自觉地离云泽远了一点。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12分钟，我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释放着寒气。我手指紧紧地蜷缩在一起。云泽，衣柜里是什么？说完，我死死地盯着云泽的表情。云泽似乎早就意识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他站了起来，没有丝毫隐瞒地拉开了衣柜的门。衣柜里放着一具人体模型，刚刚我看到的那双惨白的脚正是这具人体模型，但我的紧张却丝毫没有缓解。我的男友为什么会瞒着我在衣柜里藏着一个人体模型？云泽解释道：“初初，还记得我上周接了一个凶杀案的官司吗？这个官司我听云泽说过，一个男孩被判定杀人，但男孩却坚持声称自己没有杀人。男孩找到了云泽，要求他为自己辩护。”云泽继续说道：“所有人都认为那男孩杀了人，包括警察，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相信他没有杀人。这人体模型是我用来做凶案模拟的。”云泽的表情一如既往的真诚，就像我当初与他相遇一样。他在一个地铁站里扶起了不小心崴到脚的我。我选择了相信云泽。此时距离警察到来还有8分钟，只要再坚持8分钟，真相就大白了。外头的蒋杰似乎放弃了破门而入，但他随之而来的话却让我再次沉思了起来。白初，你真的了解云泽吗？我和云泽谈恋爱这1年，我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更没有他同事的联系方式。现在想起来，云泽从未带我见过任何朋友。云泽是一个孤儿，没有父母。他一直在孤儿院长大，然后靠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法考，又一步步从实习律师到了现在的金牌律师。所以我一直很佩服云泽，也很庆幸我有一位长相工作都上乘的男友。我们3观更是契合无比。人的感情是很自私的，虽然我和蒋杰有10来年的感情，但我依旧选择相信了云泽。初初，我知道你很难相信我，我现在就把证据发给你。云泽他一直在欺骗你。蒋杰愤怒地说道。我的微信响了好几下，蒋杰把所谓的证据发给了我。我抬头看云泽，云泽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我看到他的手放在了睡衣的口袋里，那里凸起了一个形状。我的嘴唇哆嗦了几下，脚步缓缓地朝着门边靠近。我一边注视云泽的举动，一边看了眼微信。